这是点燃的蜡烛产生的热气流。这是用白醋和小苏打产生二氧化碳来浇灭蜡烛。二氧化碳也可以像水一样在杯子中倒来倒去的。这是一个吹风机。这是2个吹风机对着吹。最后再表演一个少林绝学火云掌。那是怎么看见气流的呢？这是我看见气流的全部装置。首先，这是一个凹面镜。如果你组装过牛顿反射式望远镜，那你就知道它其实是望远镜的主镜。这是一个点光源。我们先把电工胶带扎一个小眼儿，然后粘在闪光灯上面，就做成了一个点光源。这是一个刀片，负责把反射回来的光挡住一半。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点光源发出的光线经过凹面镜反射进入相机，于是我们在相机里就能看到一个明亮的镜子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一个蜡烛放在镜子前面，蜡烛产生的热空气上升，改变了空气的密度，光线在不同的密度的空气中会产生偏折。有的光线向下偏折，撞到了刀片，摄像机拍不到，就产生了暗条纹。有的光线向上偏折，进入相机就产生了亮纹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了气流。你可能会问，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刀片和相机拍摄火焰，非要买这个凹面镜呢？我们直接让光源穿过蜡烛，让刀片挡光，进入相机不行吗？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空气密度不同导致的光线偏折是非常小的，所以明暗条纹也是非常不明显的。而且成像还受到了背景光线的干扰，所以更看不见明暗条纹了。如果不想被背景光线干扰，就需要用到点光源，但是点光源又太小了，我们拍不到画面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放大点光源发出的光。提到放大，我们想到的就是贴近物体，但是这也不行。先不说对焦的问题，如果你贴着，也无法在点光源和相机之间摆放蜡烛啊。这时候凹面镜就可以隆重登场了。初中我们学过，物体放到凹面镜2倍焦距处，会在2倍焦距位置上形成一个等大倒立的实像。这样我们拍摄的是倒立的实像，而不是直接贴着光源拍摄。这样就可以又放大了点光源，又可以在中间位置放蜡烛，而且镜头里全部都是点光源，也不会被其他光线干扰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你用彩色滤光片来代替刀片的话，那么你将会得到彩色的纹影图像。既然能看见彩色的气流了，我们能不能整个活儿？老师，你要整什么活儿？我们来拍一个彩虹屁，说干就干。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冲动啊！好像是有点影响视频观感哈。那我们用这个来做，这个又可以模拟声音，又可以模拟气流。为了模拟温度，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头烤一下子。哎，老公，你在做什么饭呢？我做个屁。加热完毕，我们现在把它拿到凹面镜前面去。如果你想在家低成本的看见气流，可以去两元店买一个这种化妆凹面镜。这种镜子的特点是可以放大你的脸，大家可以和反面的平面镜做对比。明显凹面镜那边对帅气的脸和相机进行了放大，让帅气的脸更加帅气了。有了这个镜子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实验了。
这里温馨提示一下，本实验涉及火源，小朋友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做实验哦。这里需要把一张纸两边对折，做成一个简易的光屏，用来测量凹面镜的焦距。我们先把凹面镜放到离窗户3到5米的距离，移动光屏，找到清晰的窗户的像，量出光屏距离化妆镜的距离，大约就是1倍焦距。我这里是75厘米。现在手机摄像头有好几个，我们需要知道到底哪个是我们用到的。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焦镜头，所以先把焦距调高，然后用手指在后面一个一个的堵住摄像头。当屏幕图像被手堵住的时候，就确定了我们要用的摄像头。这里我的是从上往下数，第2个。把化妆镜放到离手机2倍焦距的地方，我这里是2乘75等于150厘米。这里不用太精细，只要是2倍焦距附近就可以。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用一张纸，先在靠近镜子的位置找到像，调节镜子位置，对像的位置进行粗调，让像落到手机的背面上，然后调整手机支架进行微调，让光点移动到摄像头上，视频中就出现了明亮的镜子。但是闪光灯太亮了，我们要减弱闪光灯的亮度。我们可以用火给针烧热，然后在电工胶布上扎一个小点儿。这里用火烧，不用针直接扎，是因为针直接扎的孔很容易自动闭合。我们把胶布贴在闪光灯上面，当然你也可以用铝箔纸，但是我推荐用电工胶布，因为电工胶布自带粘性，用起来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点燃的蜡烛放到镜子前面，打开你手机的专业拍摄模式，我们先进行对焦。焦距的英文单词是 focus， 手机上可能直接显示首字母 F。对焦至凹面镜是清晰的状态。然后把你的快门速度调小，快门速度是以分数形式显示的，像是1/400或者1/800这样的。英文单词是 shutter， 或者直接显示一个首字母 S。然后把你的 ISO 调小，直到明亮的镜子不那么刺眼为止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蜡烛燃烧的气流了。这里如果你的手机打开专业模式就无法长时间开启闪光灯，你可以用一个备用手机粘在录像的手机上，让备用手机开着闪光灯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手机只有专业拍照模式，没有专业录像模式，你可以选择专业拍照模式，然后打开你的手机录屏，就相当于有了专业录像模式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点赞关注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